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安哥他们穿黑衣还有点帅，他穿黑衣就像话本里专门来抓小孩的坏东西。安哥说过，宗门大阵是大成器，也闯不进来了。安信，所以俺不怕，一点点怕也没有。哼，真嘞。这些人盘根错节，像一棵树的根，挖不完。如果万仙盟已经被渗透和控制了，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就算宗主您能打，您能一个打4个吗？那怎么办？老夫今天怼了他们一顿，他们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大动作，但这份平静不会太久。他们要飞升，要渡劫，时间不等人，大限说到就到，拖不起。所以宗主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你们3个留下来，保护小平儿。您是说，他们会对小平儿下手？他们本来是要炼化2阶气陨飞升，但炼化2阶气陨太麻烦，要打仗，要死人，要布局，要等时机。可是混沌灵根现世，让他们有了第2种选择。如果我是他们，我会想，与其炼化2阶气陨那么麻烦，不如直接炼化这个时代最大的气陨者。混沌灵根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气陨的容器，炼化它1个和炼化2阶，哪个更容易？所以老夫去查，你们3个守住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谁来，不管用什么理由，福音不能离开天宗宗。是，谁来都不行，老夫守着他。明天老夫要亲自去查案。宗主，您要出去很久吗？不一定，你留在宗门好好修炼，能挡合体期一击。宗主，这种护身符是不是要消耗修为？老夫修为高得很，消耗一点不要紧。宗主说不要紧，可俺知道护身粉碎一次就是他替俺挡一次，这玉牌沉得很。公主祝殿下。英奇，帮俺把这封信交给俺哥。还有别的要转达吗？跟他说别把自己累死了，累死了没人给俺赚钱。是。哥要查魔界，宗主要查证据，长老们要守着俺，师兄们也守着俺，俺也不能闲着。俺得修炼，得变强，至少以后别人想抢俺运气的时候，俺能先给他一剑。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很好看嘞。不够。宗主，您吃得完吗？那锅肉够10个人吃的。路上吃不完还能卖。我的红烧肉。师兄姐。今天吃馒头。晨光照在4师兄背上，像一个被生活狠狠捶打过，但还得继续揉面的男人。宗主才回来2天，屁股还没把大天椅子坐热，人又飞走嘞。2800岁的人了，还安定不下来，跟没拴绳的灵兽似的，满修仙界乱窜。没了。翻译一下就是想老夫了也别发消息，老夫忙着呢。再翻译一下，他就是想让我们想他。这个阅读理解俺给满分。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就能卖了。
这一路一定要成，一定要成，一定要成！白开水也有白开水的好，至少不会烫嘴。可这安静，俺心里不太踏实，像暴风雨来之前那种闷。说不上哪里不对，就是觉得有东西要发生。看好，这个不能吃。俺觉得他可能没听懂，也可能听懂嘞，但不在乎。三师兄，恁在干啥？学驯兽。哦，学个副业总没错。趁大长老在家，不要钱，不学白不学。哦，虽然没有钱养灵兽，但是我们有圣兽，比那些高阶灵兽威风多了。大长老，生女果啥时候能吃？过2天。哦，俺过2天再来。你昨天也这么说的。昨天说的是过2天，今天说的也是过2天，不矛盾。这味中不是普通药香，是闻一下就想打坐的香。俺的脚咋自己拐弯嘞？稳住，稳住，这次一定能成。怪香嘞！俺就看一眼，真的就一眼，绝不捣乱，最多闻2口。当年老夫把你从食神宗忽悠来时，就说过，让你来天宗宗烧丹炉，比烧菜炉高级，没骗你吧？没骗。这一炉中阶回灵丹，价值几百上品灵石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食神宗那群人就知道吃，暴殄天物。你会控火，会掌握火候，会判断温度，这不就是天生的炼丹师吗？烧菜和炼丹本质上一回事儿，都是火的艺术，都是火候的哲学。二长老这话说的怪有气势，听起来四师兄不像在炼丹，像在拯救天宗宗财政。成了！哇，怪香嘞！不是给你吃的，是给你试药的，吃和试不一样。好吃。唉，算了，好吃就好。15。大师兄，能不吃吗？不饿。第21个，比宗主还多吃了一个。跑山太饿了。六师兄，俺这是药力消耗大。所以就是能吃。五师兄，这个香薰是啥味儿嘞？安神香，助眠的。俺睡眠很好呀。我知道，但这个香薰闻了心情好。中，有道理。不中，再看下去，俺今晚不用泡，直接吐。六师兄，俺都金丹了，不用泡药浴了吧？有人盯上你了，更要变强。金丹初期和金丹后期差距很大，而且这个药浴比之前贵。之前那个100下品灵石，这个100中品。中吧，这个味儿像把100双没洗了袜子煮成汤，又往里加腐乳、臭豆腐、粉来灵草。不中啊，真不中。大师兄每次都走这么快。大师兄怕你吐他身上。大师兄才不会这么想，啥时候说嘞？你上次泡药浴吐完之后。大师兄这个人啥话都放在心里，可偶尔说出来的话比他的剑还扎人。服用者反应呕吐，糖果压制效果有效。备注：下次提前准备糖。六师兄，能不能下次换个不抽嘞？能，但药效可能差一半。那还是抽吧。3岁半小孩睡不着，一般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白天睡多了，2是心里有事儿。俺属于第3种不想睡，但俺怀疑吴师兄说这秋千是让看俺修炼之余会不会尖叫嘞。事实证明不会尖叫，但会打嗝、封关嘞。这不是3长老念经的调子。禅宗的经俺听过，
忘记长老每天早上都念一遍，平稳悠长很无聊。这个不中，又尖又细，像针往耳朵里钻，一会儿像唱，一会儿像哭，听得俺后背怪凉。三师兄这葫芦怪有攻击性，馒头要蒸够10辰。四师兄做梦都在管馒头，这就是处修的责任感吗？吴师兄大半夜了，估计又在研究新香膏。他这洞府，蚊子进去都得想迷糊。不对，这笔又对不上。六师兄业力激涨，比鬼还澎湃，俺还是别打扰他了。万一他让我帮忙算账，俺可能比鬼还痛苦。大师兄做啥都没声，走路没声，呼吸没声，睡觉也没声，像一只修炼成精的猫。长老们应该也睡了吧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熬不了夜。按这么想好像不太尊敬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嘘，这只生兽幼崽心比天宗宗炼剑平台还大，看门看成这样，真是让人很难放心。按道理俺该回去叫师兄，按道理俺该待在宗门大阵里面，按道理哪儿都不能去。但3岁半的好奇心，这东西很难讲道理。真是俺听错了。原来人在害怕的时候真能飞起来，不用御剑，不用法术，直接突破速度极限。你谁？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安哥他们穿黑衣还有点帅，他穿黑衣就像画本里专门来抓小孩的坏东西。安哥说过，宗门大阵是大成期，也闯不进来了。安信，所以俺不怕，一点点怕也没有。哼，真嘞。做事业这阵手感还怪重。他看俺的眼神不像看人，像看一块能卖钱的糖，不中，很不中。没人看见，应该还能当没发生过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有人闯宗门！小师妹，发生什么了？有没有受伤？手呢？脚呢？胳膊腿呢？脑袋还在吗？在了。没事儿，他在大阵外面，没进来。一个哥哥来得太快了，俺还没想好咋解释，家里人已经把俺围成馒头馅儿了。来者负轻伤而逃，至少练虚期。练虚期夜袭者，来抓一个3岁半小孩，是月下禅阴。啥意思呀？这是一种禁术，专扰识海，祸乱道心。修为越高者，执念越易被引动，身陷幻境，永世沉沦。但对修为低的人，效果反而一般。你听到了什么？就是一个声音，很轻，像有人在念啥东西，听不懂，但听着怪不舒服，像有人拿针扎耳朵。小皮儿年纪虽小，但混沌灵根五感通达，能感知到寻常修士察觉不到的细微波动。施术者利用大阵特定频率，引动灵台共鸣，想让他自己走出来。所以是俺耳朵太好啦？差不多。那是俺耳朵的错？不是，是你好奇心的错。哦。不过好奇心重，很正常。别说3岁半，300岁的修士听到奇怪声音也会出去看看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是你的错。老夫300岁的时候听到奇怪声音也会出去看，
后来发现是忘机在念经。老夫念经不奇怪。哼，谁说的？你念经的时候调子忽高忽低，跟哭丧似的。那是禅宗的念经方式，反正难听。说正事。他们今晚失手了，还会再来。从今天起，小琴儿身边必须有人守着。老夫守白天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熬不住。那老夫守夜班，老夫年轻熬得住，年轻200岁那也是年轻。我们呢？你们陪他加练，金丹期太弱了，人家练虚期来抓人，你们几个金丹期冲上去，是给人家送菜还是给人家表演？那俺是不是也得加练？你最该加练。俺就知道。以后听见声音先叫人。俺以后先叫人。不许自己出去。中，俺不自己出去嘞。公主殿下，英奇，帮俺给俺哥带句话。请说。刚才有人来抓俺，连续期以上没抓到，被阵法弹飞嘞。还有，跟他说，俺不是故意出去嘞，俺就是看了一眼，真的只看了一眼。少主会生气的。俺知道，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态度好一点，语气软一点，最好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说。少主什么时候心情好？他赚到钱的时候。是。小师妹。三师兄，下次不要一个人出去了，要出去叫上我。好，三师兄没有骂俺，可他越不骂，俺心里越怪不是滋味儿。以后真不能一个人出去了，不然家里人都睡不好嘞。老夫在查，勿念。看好小千儿，别让他出门，出门就把腿打断，软的那种。软的那种是什么意思？是打断之后再接回去，还是只挑筋不碎骨？依老夫看，就是皮肉伤，不动骨头。宗主虽然嘴毒，但对小千儿还是下不去手的。阿弥陀佛，有道理。俺不跑嘞。听见没有？腿软的那种。你要是跑，别说宗主，长老们先把你拎回来。打不打腿不好说，秋千肯定先没收。不中，秋千不能没收，俺不跑，真的，秋千也不许动。记住。你记住嘞。虽然俺不怕被打断腿，但被师兄们这么看着，俺哪都不能去，不仅不能去，还得加练，地狱加练。以前半个时辰，现在1个半时差稳，腿稳健才稳。三师兄，俺的腿已经不是腿了，是2根面条，软的能拧麻花。那就把面条扎成铁棍。吴师兄那不是最温柔了吗？温柔不耽误纠正动作。俺怀疑吴师兄不再教俺练剑，他是在练自己的眼力和手速，而且练得怪准。气沉灵台，一手剑心，心动则剑动，剑动则气随。大师兄，恁这敲了跟3长老沐浴似的。醒神。也心疼。刘师兄，这次又是啥东西？温长老的珍藏方子，听起来就不中。玉灵宗宗主白敬心给他本命兽玄月灵狐用的，效果很好。这是灵狐用嘞？对，玄月灵狐泡完之后，毛色亮了3个度，速度提升4成。可俺不是灵狐呀。灵狐能用的东西，混沌灵根也能用，都是灵长类，差不多。而且你比灵狐值钱。你赶紧泡，泡完轮到小燕熬，她也得升级。俺先来。这真是给灵狐泡嘞，不是白宗族跟温长老有仇吧？疼痛反应明显，说明药力正在渗透。俺觉得他是在渗透俺的命。小燕熬，不许跑。咱俩都怪惨嘞。
大长老大概怕俺半夜溜出去喂小燕好，顺便把自己也溜出去。俺是那样的人吗？算了，不好说。俺不出门不就好嘞？俺又不是非要出去，宗门挺好嘞，有吃有喝有求钱，俺不出去还不行吗？不行，这次是有宗门大阵护着，万一下一次没有呢？那永远待在宗门里。你能待一辈子？为啥不能？因为你还要出去找你娘。根据分析，小师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修为太弱。金丹初期在修仙界不算弱，但在炼虚境面前跟没有差不多。修为不是1天2天能提上去的，所以当前最现实目标是至少进阶金丹中期。金丹中期的逃命几率比金丹初期高至少50%。刘师兄，恁从金丹初期到金丹中期用了60年，还吃了几品进阶丹，俺就算是运气之女，也得好几年吧。那就继续加练，锻体能让你跑得更快。不对，就算再快，也比不上元婴，比不上华山，更比不上炼虚。如果有一天你能跑得比宗主快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大长老，宗主是合体期，俺能跑得过元婴都是奇迹。那你就创造奇迹吧。对，你以前不也创造了很多奇迹吗？半年筑基，一剑打飞筑基期，妖兽见了你跑，渡劫多一道修复雷，打得很震伤。再夺一个奇迹怎么了？债多了不抽，柿子多了不压。你们还不如叫俺去当万仙梦梦珠。可以，俺就是随口一说。等你足够强，就可以当宗主。当了宗主，就能当万仙盟岩主。那俺当了万仙盟盟主，是不是就不会被人抓嘞？当了万仙盟盟主，抓你的人会更多，但档次会高一些。至少不会派炼虚期来，至少大成期起步。那还是被人抓呀。对，但牌面不一样。小雪儿今天没出门吧？没有，吃饭都给他们看着，连多加一块肉都被盯着。那就好。宗主，俺在加练，地狱加练。那就好。宗主，恁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比如辛苦了，加油，老夫心疼你之类嘞。辛苦了，加油，老夫心疼你。这安慰怪像菜谱里现炒嘞，一点都不走心。宗主，恁查到啥了吗？南县的臊子面比北县多，但是北县的烩面好吃，配上盐川的腌萝卜更好吃。宗主，您现在在哪儿？食神宗。食神宗宗主不用去查案吗？食神宗又不是5大宗，又没调查任务，他特意给老夫留了个靠窗的位置，能看到后山灵田，风景很好，面也很好。好吃吗？比你做的好吃。新一代天骄米其林和宗主岳圆圆亲自掌厨，米其林那孩子刀工不错，就是火候还差一点。圆圆做的汤底是真的好，老夫喝了3碗。你们没吃过吧？下次带你们来。宗主，你变了。放心，老夫还是会回来吃你的饭的，但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后天不知道，看情况。老夫现在忙。我去和面。四师兄的背影很坚定，像一个失宠的妃子，决定用厨艺夺回圣心。大师兄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那你闭着眼睛干啥？修炼。大师兄这个人连闭眼都不是睡觉，是修炼，这让俺这种想睡又睡不着的人怪惭愧。大师兄，你说他们为啥选俺？因为你是混沌灵根。可是混沌灵根又不是俺的错，俺生来就是这样，就像恁生来就是天灵根，都是天生的，凭啥俺要被人抓？因为你最好用。混沌灵根能吸收天地间所有灵气，是气运最好的容器。把你炼化了，
他们就能得到这个时代最大的气运。所以他们选你。大师兄，你会一直保护俺吗？会。就算俺跑得慢？会。就算俺贪吃？会。就算俺半夜偷偷溜出去？打断腿。好吧。所以别出去。中，俺不出去了。不是俺做错了什么，是俺太好用。这话不好听，但大师兄说了真。可俺也不是谁都能拿走的东西。俺是天剑宗的小师妹，他们想抓俺，得先问俺家里人答不答应。本君此生只爱过一个人，他走后，我的心就空了。300年了，每一夜都在想他，每一夜都无法入眠。本君有说过这话吗？没有，本君没说过。这段写的不错，回头赏作者100灵石。陛下，作者用的是笔名，找不到。那就赏空气吧。本君什么时候这么肉麻过？少主，这次修仙界屠宗的事闹得挺大，那些人都没心情买东西了。商贸区本月流水下降了40%。40%？对，尤其是矿石和法器类降幅最大，纪念品和灵石类降幅较小，灵石只降了1成。灵石降的少，说明他们不是没钱，是没心情。等这阵风头过了，会恢复。还有魔军调动去盯那些老贵族和魔兽，军费开支增加，矿场人手不够。最近辞工的魔族有点多，都跑去商贸区开店了。同样是干活，开店赚得多。旅游开发区进度也受影响，工匠不够，材料也缺，几个重点项目都停了。简单说就是魔界建设经费不太够了。挖矿不能停，矿石是魔界的硬通货，只要矿还在挖，魔界就不会穷。旅游开发暂停，先把人手调去矿场补缺，传令下去。凡是愿意去矿场工作的魔族，工资上浮3成，包吃包住，干满1年额外发年终奖。年终奖？凡界学的，效果好，照办。下一项。少主，查到几个贵族老祖，早就不在魔界了。不在魔界？对，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是在30年前。30年前？对，仙魔大战前后，他们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家族事务都交给晚辈打理，但重大决策还是他们在幕后操控。他们家族的中阶魔兽我们查过，数量对得上登记在册，高阶魔兽没有查到，一直都没有。如果那些高阶魔兽没有被圈养在家族领地，那就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被带走了，要么被藏起来了。考虑到那些老祖也不在魔界，前者可能性更大。30年，失踪30年没人发现，魔界的情报系统是干什么吃的？少主，您忘了，30年前的政务是陛下管理的，没有情报系统，3年前您回来后才建立的。本君什么时候这么肉麻过？爹！啊！怎么了？30年前的政务是你管的。30年前那不是仙魔大战那会儿吗？我忙着打仗了，打了半盏茶就投降了。投降了也要忙啊，赔款、签协议、安抚军心、应付贵族，事情多着呢。再说了，政务我又不懂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以前连字都认不全。你让我批文件，我连标题都看不懂。你让我搞情报系统，我连情报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那现在不是有你了吗？你管得挺好的。继续查。是。
这些老贵族盯紧，一个都别漏。是。顺便查他们和修仙界那些家族的来往，100年内的所有记录，书信、传讯符、人员往来、灵石往来、联姻记录、合作项目，能查到的都要。少主，100年的记录，工程量不小，不小也得查。他们要动我妹妹，我就掀他们的底。是。幽冥裂缝那边目前没有异常。没有异常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太正常了，正常的不像话。幽冥裂缝也加派人手，明面上不要动，暗地里派人盯着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老贵族那边也是，不要惊动。他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在查，这是优势。一旦他们知道了，很多线索就会断。30年前，他们从魔界消失，30年后，他们又要出现，不是巧合。从此月色变成了红色，这人写的什么玩意儿？魔界的月亮本来就是红色的，这作者来过魔界没有？没看过就敢写？爹，小声点，别打扰办公。办公，就知道天天办公。你比你爹还忙，到底谁是魔君？本君等了晴儿300年，等他回心转意，等他回到我身边。这句倒是有点像。少主，魔君。说。昨夜，有人试图闯入天剑宗，目标是公主殿下。刺客修为至少炼虚期，使用月下禅音试探宗门大阵频率，未能攻入大阵，被大阵反震轻伤后逃离。公主殿下无恙。但公主殿下走出了山门，因为听到了那个声音，好奇出去看了一眼。那些老东西敢动我闺女，老子这就去看看。爹，你去了能怎样？我把闺女接回来。接回来更危险。在修仙界，有天剑宗大阵护着他，有长老，有师兄。在魔界，你能无时无刻守着他吗？幽冥裂缝下面那个东西，你不用镇守了。妹妹在那边比在魔界安全，天剑宗的大阵、大成期都闯不进去。那个刺客炼虚期，连门都没摸到。你现在去，那些人会盯上你。你一离开魔界，他们就知道他们的计划起作用了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不能乱。爹，他给我带话了。公主殿下说，她不是故意出去，只是看了一眼，真的只看了一眼。这孩子随我，随他娘，胆子大。派人盯修仙界所有通往天剑宗的暗线。老贵族那边查，动我闺女的人，别让她死得太容易。是。3位族老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陛下，听闻少主近日调动魔军查访各族旧事，我等担心是不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进了什么谗言？你们很关心？魔界安稳，人人有责。尤其如今修仙界大乱，陛下更该稳住魔界，不宜自乱阵脚。本君还没乱，你们倒先慌了。陛下说笑了，我等只是担心魔界。担心魔界，还是担心本君查到什么？陛下，臣等此来是想问问
魔界与修仙界的商贸往来，是不是太过频繁了？频繁？1个月开3天，叫频繁？少主，修仙界与我魔界世代为敌，如今开放商贸，让那些修士随意进出魔界，成何体统？臣听闻，修仙界有人提议要在商贸区常设驻点，这岂不是要在我魔界安插眼线？实乃不妥。不妥？商贸区开业当天，营业额就够魔界半年的军费。商贸区开放第3个月，魔界财政收入总体增长90%。你家的商铺也入驻了商贸区，上个月的分红，你应该已经收到了吧？收钱的时候没说不妥，现在说不妥。魔界与修仙界终究是敌非友，臣等担心长此以往，魔族血脉会被稀释。少主身上的混血血脉已经是前车之鉴。陛下，我们不是针对少主，我们是针对老夫是说，少主的管理方式过于激进，又是商贸又是旅游，魔界几千年没这么折腾过，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能这么糟蹋。莫老、孙老、重老，少主，你们说我的管理方式激进，那3位觉得魔界以前的管理方式怎么样？稳健，几千年如一日，稳如磐石。那魔界以前的钱够用吗？仙魔大战赔款时，各家贵族出了多少？一笔一笔，本少主都有账，需要本少主念出来吗？我执掌商贸，为魔界敛聚财力；我大兴营建，令魔界日渐兴盛；我开辟矿场，使魔民各有生计。反观你们，又做了什么？莫老，您说的糟蹋基业，是指哪一部分？还有事吗？没事就退下。本君还要看话本。臣等告退。哼，比打架还累。打架打完就完了，这个还要演，还要装，还要绷着，本君的腰都僵了。他们来找茬，不只是因为商贸，那还能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了，怕我查到他们头上。你查你的，他们要是敢动你，老子把他们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你的嘴有点像魏苍玄，但比他优雅。本来就是宗中教的。你在他那儿待了50年，老子放心。他比你爹会教娃，但老子比他帅。看好家。爹，我就去看看，看一眼就回来，不耽误事儿。你去了，他们会发现的。发现就发现，老子去看闺女，犯法了。带上演习单。好儿子，别惊动人，别进大阵，别靠太近。知道，我看一眼就回来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，然后在凡界小宅外蹲了3天。这次真看一眼。你们2个看好少主。是。别让他累死了，累死了没人帮我管魔界。是。那一瞬间，俺脑子里闪过好多事。刺客闯进来了，大阵坏了，师兄们咋没反应？俺是不是要交代在这儿嘞？俺的汤还剩1包没吃完。别叫，是我。这个事实比刺客还让人心跳加速，但原因不一样。刺客是害怕，爹是无语。爹，恁咋进来了？从正门飞上来的。宗门大阵没烂呢？没有。为啥没有？可能是我身上有你和你哥的气息，还有圣兽的气息。宗门大阵认人，闻到熟人的味道就不拦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像你家的狗，就像你身上的味道。但好像也有一点点道理。就不会咬你。大阵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不对，小雅奥呢？他没叫。没有，他很高兴。高兴啥？来福跟来了，母子俩在山门外聊天，没空理我。行吧，见到亲娘确实没空理俺爹，理解非常理解。换俺也没空，那师兄和长老们呢？
没发现呢？没有泄露魔气，除非他们亲眼看到我，不然察觉不到。我从洞顶侧边进来的，他没看见。你爹我还是有点本事的。爹，恁这不叫有本事，叫偷偷摸摸。偷偷摸摸也是本事。爹，恁跑出来干啥？恁不是说魔界不可一日无菌，就像茅厕不可一日无纸吗？那是爹夸张的说法。哦，所以魔界可以没纸？有纸，纸很多，你哥买的。哦，那恁来干啥？不放心，影七跟我说了，你差点被抓走，爹怕你怕。没怕，宗门大阵把他弹飞了，可远嘞。你哥让我带的，他说你上次传话要糖，多买点。我跑了商铺才买齐，有一个铺子还卖断货了。甜，带一点焦糖的苦味，像魔界的月亮，虽然是红色的，但也能照亮回家的路。爹，恁啥时候走？你睡着我就走。可俺现在醒了。那我等下再走。那恁哄俺睡觉吧，别蹲着了，蹲着像只大蛤蟆。俺爹这个样子，要是让魔界那些老贵族看见，估计能吓得当场退朝。这本书俺早看过了，女主骂魔君骂得特别狠，俺还学了好几招，准备以后用。爹，恁还会读书嘞？认字了，不用人读了，自己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比文件好看10000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魔君，他统治着黑暗的王国，孤独而强大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个女子。他的眼睛像星辰，他的剑像月光，他的怀抱像啥？像你师兄做的红烧肉。那是啥比喻？人家好不容易营造到了高冷人设，被那一个比喻打回原形了。红烧肉好，红烧肉实在，比那些虚头巴脑的形容词好。因为他说的对，红烧肉确实好。魔君站在城墙上，风吹起他的黑发。他说：我们拥抱狂吻陷落，谁的爱不疯，不陪他难过，不求明天永恒以后，眼神燃烧睡吧，爹在呢。1颗、2颗、3颗、23颗，比上次俺哥给了多3颗。俺爹这个人虽然不会说话，但糖还是很买的，比裤衩似的。中，安全。过来，今天扎什么发型？随便。刚入宗那会儿，三师兄手笨，扯掉俺好多头发。现在不会嘞，三师兄扎得又快又好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俺爹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给俺送糖，还哄俺睡觉，跟真的一样。少1刻钟行不行？好了，今天扎马步1个时辰。真嘞？行，少1刻钟，加跑山2圈。这买卖不中，表面看赚嘞，实际亏得裤子都没嘞。万仙盟线上会议，人不用去？不用，那些人出去查案还没回来，人都不齐，开不了线下会。那还挺省事儿，不用赶路，不用住客栈，不用吃外面的饭。确实省事儿不好。啥叫线上会议？就是人不到场，用传讯阵把画面和声音传过去，跟看刘影珠差不多，不过是实时的。区别是刘影珠是录好的，这个能吵架。哦，能吵架的刘影珠。理解精准，
这是信号增强阵。刘师兄，靠谱不？理论上靠谱，那实际上呢？看运气。怎么变形了？阵法精度不够，正常，能认出是谁就行。这谁？你？俺也不知道为啥要蹲，但师兄们都蹲，俺也蹲。从中心里，3岁半也有。哼，俺现在是天剑宗最富有的人。天剑宗的，能不能稳一点？你们的画面像坐在船上开会，就是又晃又糊，像看鬼片一样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用传讯阵，还用铜镜？你们天子宗是修仙界的还是古董界的？刘师兄，咱们画面真这么糊吗？那挺好，省得他们看清咱们啃馒头。以他们的反应来看，应该比我们看到的更糊。线上会议优势之一，低画质可隐藏旁观人员吃东西。哎，你们居然有大殿了！天剑宗，那个连山门都没有的天剑宗。废话，人家魔界校主和公主都收了，都能叫魔界驻修仙界事务处了，肯定不同往日啊。据说还是请公书阁出山建的，公书阁那价格大家知道吧？一座大殿够我们全宗吃3年。那还这么抠抠搜搜？有钱建大殿，没钱买传讯法拍，这什么消费观？哼！混沌灵根多花钱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能省则省。灵石加传讯符多好，老传统老味道，传承经典。你们再废话，再八卦，灵石消耗完了，我们不加。除非万仙盟报销。报销的事，回头再说。回头是什么时候3长老这句稳得中，范姐说回头再说，通常就是不想给钱。修仙界也一样。俺隐约听出来了，大概意思是好烦，又要开会，又是我主持，佛祖保佑今天别再吵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诸位，今日召集大家，主要是通报一下各路调查进展，请各宗依次汇报。开始了，哼，看他们能查出什么。线上会议怪像边吃边看戏嘞。诸位，今日召集大家，主要是通报各路调查进展，请各宗依次汇报。东县青云宗，青云宗真有钱嘞，连会都配得怪清楚。青云宗传讯发起，顶级，备注：书家有徽，疑似摆设。青云宗东县正在查，目前但无实质性进展。查了，没查到，连魔兽影子都没看见。南县玉灵宗，问了很多妖兽，低阶的没有灵智，问了也白问，中阶的不肯说，可能知道什么，但不敢说。为什么没问？高阶的没问，你猜？高阶妖兽不好问嘞，问高阶妖兽问题要有实力和底气，万一问不好，就不是你问妖兽，是妖兽问你。比如再比的话，魔玄吃你。白宗主是炼虚初期吗？炼虚初期问高阶妖兽应该够吧？他们一群高阶，目前南县没有发现明确操控者踪迹，但中阶妖兽的反应很异常，他们怕的不是我们，是另一个东西。西县灵切宗绑了几个中阶妖兽。绑妖兽？玉灵宗是玉，用亲和和契约；灵气宗是气，用强制和手段。一个像自由恋爱，一个像强扭劣瓜。形象通过搜魂发现了碧落宗被屠的画面。搜魂这2个字听着知道画面里有什么。他们配合的怪熟嘞。训练过。妖兽魔兽配合作战，非灵石联合，疑似长期训练。果然是魔兽和妖兽联合，炼虚期高手出手。你们看他的手法狠辣熟练，绝不是第一次干。身法有点像当年的叶头，那个100年前屠了好几个小门派的邪修头目。不能确定就是他，搜魂得到的信息有限，
西线线索，碧落宗宗主被抽修为挖灵根。北线在案发现场发现了魔气残留和邪阵痕迹。这个阵一看就不像好东西。邪阵，这是一个上古邪阵，专门炼化修为和气运，还没有完全做好。从痕迹来看，对方还在试炼阶段，有些纹路被改了又改，像在调整参数，但已经能用了。碧落宗宗主就是第一个试验品。猜测对方的修为至少在我之上。六师兄在炼虚初期之上，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厉害到如果他要抓你，我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看。这会儿俺突然觉得馒头也没那么香嘞。北线发现炼化修为和气运的邪阵，魔气残留，邪修气息无残留，所有线都对上了。他们不是单纯屠宗，是在施阵，是乱化修为，是乱化灵根，最后就是气运。碧落宗宗主是第一个试验破，那后面呢？如果他们阵法使成了，会不会轮到俺？俺咋感觉俺比大殿还贵嘞？你本来就比大殿贵。老祖宗咋没来？躲起来了？也可能忙别的。俺才把正是躲起来了。上次被宗主骂得那么惨，换俺也躲。根据情报，最近硫磺之域有异动，封印遭破坏。4位老祖已前去加固封印，所以今日老祖们不在，由我们代为汇报。硫磺之域封印被破坏，那可是上古大能部下的封印。把邪修想解封硫磺之的人放下干什么？造反吗？此事与屠宗事件恐怕是同一伙人所为。三师兄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到底是啥意思？可能有真，也可能有假。等他们说完你就知道了。明白为什么把宗主踢出调查组了吗？不明白。3岁般的脑子，对这种事儿理解起来，可能还得加载1年半载。不着急，俺有师兄。你来说。因为调查方向和调查结果已经被背后的人掌控了，他们想让万仙盟查到什么，万仙盟就能查到什么；他们不想让万仙盟查到的，万仙盟一辈子也查不到。反正最后不是邪修，就是魔界。邪修是反派，魔界是外敌，锅甩给这2家，安全又省事。对，邪修是背锅的，魔界是挨骂的，他们自己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，像刚洗过的大白菜。哦，就是让别人背锅，自己装白菜。小师妹总结：甩锅者装白菜。魔界少主申请连线，是否接入？魔界少主他能查到什么？查到他爹的同伙呗。魔界贵族之间那点事儿，他们自己人还能不知道？接。刚查到一些证据，哥，魔界有几个老牌的贵族老祖，30年前就去了修仙界，他们还隐瞒了高阶魔兽的数量，登记在册的只是一部分，给魔界官方看的账本是假的。实际上，他们至少私藏了10只高阶魔兽，全部带走了。几个老家伙和修仙界来往的证据用的是书信。大概是怕被魔气追踪，怕被魔界情报系统截获。虽然30年前魔界根本没有情报系统，那几个老祖传回魔界家族的家信刚被截获，内容是让人盯着魔君和本少主。书信已经让人送往万仙盟，到时候你们自己查笔记，自己比对，自己下结论。盯你们干什么？夺权！怕我查到他们头上。还有一点，100年前，魔君曾因为追查叛徒，被人用上古禁术囚禁在一个修仙界秘境里。这点很容易证实。万仙盟档案探镜年年录里，能查到当年哪个秘境被封禁过，现在也能进去查到当年残留痕迹。也就是说，魔界那些贵族老祖和修仙界的邪修，很可能100年前就合作了。能困住魔君的禁术，至少得大成期吧。符砚指出大腾期后，4大家族反应，上官画面闪烁，疑似情绪变动。司徒静止过度，欧阳饮茶遮脸，慕容嘴角抿动，全部有问题。六师兄，他们脸动一下，恁都急。心虚的人，脸比嘴诚实。这话中，俺记住了。魔界有异动，我先去处理。少主这嘴，真像宗望教出来的。阿弥陀佛，精准打击，句句扎心。他们开始慌了。俺哥怪厉害嘞！他一直很厉害，也一直很会怼人。宗主真没白搅，不只会怼，还会让被怼的人没法反驳。符砚这一手比宗主还狠，几句话就把锅从魔君头上掀了。之前还有人说是魔君干的，现在呢？魔界贵族私藏高阶魔兽，跟修仙界内部的人勾结，
锅扣回来了。宗主是骂人，符砚是诛心，几句话说完，你自己心里发毛。你们说符砚最后那句魔界有异动，是真的有异动，还是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？大概是真有异动，也可能是俺哥不想再听他们骂魔界了。毕竟他们骂魔界的时候，骂的也是俺爹。继续看。这件事情还得重查记忆。他们说从长再议的时候，俺听懂了，意思就是知道有问题，但现在不想说，想说也不敢说，敢说也不敢点名。没查到开啥会？传讯符不要钱啊，零食很好赚啊。宗主来了。魏苍玄，不然呢？难道是你爹？你爹早吧？魏宗主，老夫敬你是长辈，你也不能动不动骂人吧？老夫没骂人，老夫说的是事实。宗主这嘴真是一上线就开人嘞。宗主线上参会特点：无申请强接入，开口即攻击，备注杀伤力极高。魏宗主，东西南北4条线都在查，各方都在尽力。你这样说寒了大家的心。寒心？你们寒心？老夫才寒心！你们在这里开了半天会，就讨论出一个从长再议？你们比坟间说书的还能拖？人家说书1天都能说完整本修仙界风云录了。魏宗主，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儿？那老夫换个说法，令尊已于多年前仙逝，望节哀顺变。这样行了吧？满意了吧？要不要老夫再写个悼词？魏宗主，你不在调查组，不了解情况，就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老夫是不在调查组，老夫是被你们踢出去的。魏宗主，我们确实在努力。努力有什么用？努力能当证据？老夫努力吃饭吃了2800年，也没吃成胖子。魏宗主，天剑宗虽然没有调查任务，但也不能干扰各宗汇报。干扰？老夫干扰什么了？老夫就问了一句，没证据开啥会，这就叫干扰？哼，那你们的玻璃心也太脆了，脆得跟岩川炸的麻花似的，一碰就碎。我炸的麻花不脆，很酥。四师兄，俺知道酥和脆不一样。还是小妹妹懂。魏前辈，天剑宗虽然没有调查任务，但也可以提供一些思路。毕竟您阅历丰富，见多识广，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，走过的路比我们飞过的箭还长。白宗主真会说话嘞！他在哄宗主，哼，还挺有效。思路行，老夫提供一个。前天晚上，有人潜入天剑宗，用月下禅音引我宗小弟子出山门，炼虚期的刺客来抓一个3岁半的孩子。什么？有人潜入天剑宗，炼虚期，抓3岁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谁敢去天剑宗抓人？六师兄，宗主这是要干啥？让所有人知道，他们已经对你下手了，也让幕后的人知道，他知道。哦，就是把俺出的事儿拽到亮处说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不上报万仙盟？上报？报给谁？报给万仙盟，然后让万仙盟再从长再议？还是报给你们，让你们讨论3天3夜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天剑宗的小弟子半夜不该出门？万仙盟里有没有他们的人？你们谁敢保证？4条线查到的东西有多少是别人想让你们查到的？你们谁敢保证？硫磺之玉封印坏了，老祖去加固了，这话谁能验证？谁进去看了？谁亲眼见了？宗主这是把桌子掀了？还没掀，但桌腿已经被他踹断一根了。下一句估计就要掀了。宗主核心质问：1. 万仙盟是否可信？2. 调查线索是否被操控？3. 硫磺之玉封印是否真实？4. 谁能保证内部无鬼？俺发现宗主这个人很神奇，画面越糊，话越清楚。
脸越看不清，嘴越扎人。魏宗主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一个3岁半的孩子？一个3岁半的混沌灵根能干嘛？你想想，你好好想想。想不明白的话，回家翻翻你们宗门古籍。他们想到气运了。混沌灵根能吸收天地间所有灵气，是最大的气运容器。如果能炼化你，就能抽取你的气运，就像碧落宗宗主被吸干修为，那是试验品。你是他们想要的最终目标。他们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是不敢说。毕竟他们不是宗主，宗主被大成气追800遍还能活着，他们被追1遍可能就消失了。都不敢说是吧？行，那就别说了，老夫也没证据，瞎猜的。他把话喂到嘴边了，吃不吃看他们自己，但他们现在不敢吃，怕反噬。阿弥陀佛，魏宗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有，但老夫不想说了。为何？说了你们也不信，信了你们也不查，查了你们也查不到，查到你们也不敢动，动了你们也打不过。那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，老夫要去吃饭了。就这？就这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老夫2800岁了，能多吃一顿是一顿。这局中，宗主对吃饭的理解还是很深的。那散会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。何事？这次开会的灵石，万仙盟必须报销。报销？万仙盟从来没有报销先例。就是，我们出差都是自掏腰包，几块灵石也要报销。你们有钱那是你们的事，天剑宗穷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们出1块灵石就少1块灵石，少1块灵石，我宗小弟子就少吃1颗丹药，少吃1颗丹药，修为就慢1分，修为慢1分，渡劫就晚1年，渡劫晚1年，飞升就晚100年。你们耽误得起吗？1颗丹药和飞升之间是不是隔了好多东西？隔了很多。那宗主咋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？这就是宗主，他理直气壮到让人怀疑自己逻辑有问题。俺已经开始怀疑了。阿弥陀佛，天剑宗此次会议灵石走万仙盟公账报销。主持大气，不愧是佛门高僧，肚里能撑船，眼里有众生。行了，没啥事儿就散会吧，老夫赶着去吃饭。师宗的位子不好定，去晚了就没靠窗的了。宗主真去吃饭嘞？他肯定去了，还肯定坐靠床，还会点评汤底。宗主参会成果：1. 指出万仙盟不可信；2. 逼各宗想到气运真相；3. 点破各宗不敢查；4. 成功报销天剑宗会议灵石；5. 去10日宗吃饭。第5条很重要吗？对宗主来说非常重要。此事事关重大，需继续追查。各宗回去后继续留意线索。阿弥陀佛，今日会议开了，但没完全开。哼，查了但没完全查。怕了，但不敢承认怕。他们都猜到了，对吧？但不敢说，猜到了但不敢说。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吗？好麻烦，还是练简单，一剑出去能不能打中，马上就知道了。不会又开会吧？俺馒头还没吃完嘞。不是全频道，是天剑宗私品。忘了说，老夫找到一个中间人，剑威门门主元婴大中满。这些年2界来回送信。修仙界的人找他，他偷偷潜入魔界送信；魔界的人找他，他偷偷潜回修仙界送信。2头送了几十年，赚了几十年的跑腿费。这个人俺见过。你见过？第1天，俺从魔界中尾黑风谷爬到外围的时候，遇到的就是他，他还跟俺一起爬。一起爬？爬黑风谷，他跟着俺爬。出了黑风谷，他特别激动。升了，至少升了50块灵石的防护服。然后高高兴兴走了，但他没说谢谢。这大概跟咱们天剑宗差不多穷，差不多抠门，差不多狠。但俺觉得他比咱们还抠，咱们至少会说谢谢。这一点我们赢了。燕威门门主特点：穷、抠、狠，不说谢谢。备注：与天剑宗相似，但礼貌不足。宗主，那这个人要不要上报万仙盟？上报了，然后呢？万仙盟派人来提人，
估计人还没到万仙盟，在半路就被灭口了。那些老东西的刀比你们的剑快多了，老夫自己审，审完了再说。那宗主，您查到4大家族的证据了吗？查到了，但不够。不够什么？不够扳倒他们，不够让万仙盟相信，不够让那些墙头草站队。那几个老东西在修仙界经营几千年，根深蒂固，手上这点证据，顶多让他们皱皱眉，皱完眉该干嘛干嘛。大人类世界真是麻烦的很。怎么了？2个大成期在追老夫。不是，您怎么惹上大成刺客了？您不是在食神宗吃饭吗？刚吃完饭就被追杀，食神宗的饭这么贵吗？吃完了要命偿。阿弥陀佛，这饭的成本也太高了，1碗面换2个大成期追杀，含金量比金幻石还高。老夫哪知道？老夫刚吃完面，出门就被人堵了，2个大成，老夫才合体期，他们要不要脸？2个大成追宗主，宗主跑得掉吗？他跑得很快。宗主一个人跑，真没事吗？他敢传讯，说明还能跑。宗主现状，刚散会后被2名大成期追杀，原因推测会议发言过于精准，风险极高。宗主本人评价不亏。他会回来。宗主嘴上说不怕，说不亏，说跑得掉，可2个大成期追他一个合体期，咋可能不危险？俺知道他是故意说的轻松，因为他怕俺怕。从现在开始，护宗大阵全开，单防防御阵也开。山门豆腐灵田，老夫巡夜，谁都不能离开宗门，尤其是小胖。中，安不出去。没事的，大成期也追不上宗主。宗主跑起来，连他自己都追不上自己。据说当年宗主被8大高手围杀，他跑了之后还回头说了一句：“你们太慢了。”说完还等了一会儿，等他们追上来，又说了一句：“还是太慢。”然后继续跑。能追上宗主的人，估计还没有出生；就算出生了，也还没长大；就算长大了，也还没开始追；就算开始追了，也追不上；就算追上了，那也是宗主故意让他追上的，想看看他长什么样。你要向宗主看齐。中，向宗主看齐，向宗主看齐，跑得比大成期还快嘞那种看齐，最好还能一边跑一边骂人，骂完就跑，气死对方。散会，该干嘛干嘛。延川，去做饭；苏宁，去练剑；慕容卓，去擦你的剑，别擦脸了，你的脸已经够亮了，再擦就反光，晚上不用点灯了。顾晨光去记账，沈清晨，你继续当专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我去练剑。小平儿，去加练。大长老，宗主会没事了吧？会，他跑了2800年，还没被人抓住过，这次也不会。那就好。宗主，跑掉了吗？没有，还在追。跑了1整天了，还没跑掉。那2个大成期跟您杠上了。老夫跑他们追，老夫停他们追，老夫吃饭他们还在追。看来对方这次是真恼了，以前追半天就放弃，这次追了1整天。不过您也是的，当着全万仙盟揭人家底，人家面子挂不住，肯定要追杀您。阿弥陀佛，因果循环，嘴债肉偿。宗主，您现在在哪儿？北海。北海？1整天从石之宗跑到北海，那可是万里之外。宗主，这2800年比以前更快了，逃跑速度已经被追杀次数多了，经验丰富了。不说了，老夫先下海躲躲。宗主下海嘞？糟了，又怎么了？宗主之前为了给小五治灵根，骗了北海至宝弥元地心藕。哦，对对对，宗主当时说是借的，借完就不还了。北海之主问他什么时候还，他说改天，然后就不还了。北海之主和几位长老追了宗主好几年，没追上，后来就不追了，大概觉得追不上，浪费时间。现在宗主自己送上门去了。阿弥陀佛，先备着，用不上最好，用得上
也不亏。说啥呢？说亡神咒用不上？好吧，希望用不上。俺的腿已经快不是俺的腿了。跟上！俺现在跟里不是人，是命。这次不错。俺谢谢恁嘞桃花枝，这味儿像掉进化凤池嘞化凤池。臭味等级上升，适应程度下降，药效仍然有效。俺不是下降，俺是快升天嘞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大师兄念的心法比万仙宫会议还长，比宗主逃跑路线还绕。睡吧。俺现在端碗，碗都跟着抖，不知道嘞，还以为俺在练什么高深控水术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胳膊酸。您呼叫的用户脱离领域覆盖范围，无法建立灵讯连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滴。信号不好，是海的问题还是宗主的问题？北海嘞水有多深？根据修仙界地理志记载，北海最深处约84000尺，水温常年0度以下，水压能压碎金丹期修士的护体罡气，里面住的妖兽最低都是中阶，化神期进去都不一定能出来。能8万岁金丹尺，最低中阶妖兽，宗主这不是下海，这是下锅。算了，宗主的事操心也没用。也不知道精微门那个门主怎么样了，好不容易抓到个活口，别跑了。肯定跑了，宗主被2个大城追，哪有空管他？吃饭不操心外面的事儿，天塌了有高个的顶着，高个的顶不住还有更高。天宗宗类传统，天塌了先吃饭。100多个叫而已。万仙盟用词特点：重大损失轻描淡写化，灾情等级判定3级，影响范围7宗13派。这戏唱得真好。那可不，大成期老祖亲自演，合体期老祖当配角，硫磺之玉当舞台，连受伤姿势都摆好了。别管剧本写了多久，100多个邪修跑出来是事实，封印被破坏是事实，4位老祖受伤闭关是事实。至于这些事实怎么发生的，谁干的，为什么这么巧，没人问，也没人敢问。追邪修别追我们。跑出来嘞！邪修这么厉害，当年是咋被关进去嘞？不是跑出来，是放出来。就像你的糖被师兄吃了，是偷吃的还是帮你尝尝有没有毒，只有插糖的人自己知道。哦，懂嘞。糖没了，谁吃嘞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俺吃嘞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既然被放出来，就一定有任务。总之不会去凡间开店卖豆腐脑，豆腐脑不挣钱。身为5大宗，天剑宗肯定要出人。老夫去。你一个人去，万一遇到高修为邪修怎么办？你一个化神期打得过几个？无妨，老夫在玉灵宗缠了几十年的屎，别的没学会，反应能力倒是练出来了。灵兽发起疯来，比邪修可怕多了，那可是连盆带屎一起掀的。那俺今天可以不加练了吗？顾晨光，记录他的加练进度，少1天回来扣你工钱。我没有工钱。那就扣你馒头，1天不加练，扣1个馒头。是。六师兄对工钱没感觉，但对馒头反应怪快。看来天剑宗真正的硬通货是馒头。大长老，能啥时候回来？抓完就回来。那要是抓不完呢？那就抓完再回来。一个化神期类老头产了这么多年屎，好不容易回宗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又要出门抓邪修，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等你的拳头比宗主还大的时候。那俺得等多久？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，大概100年吧。运气好的话，运气不好呢？那就100年。那不都一样吗？运气好不好区别在哪儿？不知道，等你运气好的时候，你的运气自然会好起来。俺觉得这句话等于啥都没说，但又觉得他好像说了很重要类事儿，就像馒头，吃了就是吃了，没吃就是没吃，很有哲理。但俺才3岁半，暂时悟不出来。
天剑宗今日动态：温之雅长老出发抓邪修，1人1剑。备注：希望他能打得过，打不过也希望他跑得过。六师兄，能不能写俺今日表现优良？不能，我要如实记录。小师妹加练状态记：今日扎马步时腿抖3次，被苏宁打小腿3下。再备注：今日惨状，明日继续。明日还继续啊？继续。喝完汤继续长力气。明天我轻点打。五师兄，恁每次都这么说。但我每次都打得很准。睡觉。大师兄，俺觉得俺明天可能起不来。我叫你。那俺肯定起得来了。天剑宗那边有护宗大阵守护，我等暂时动不了那丫头。暂时。天剑宗护宗大阵上古传承，大成期亦难闯入。然则那丫头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宗门，人总要出门。何况3岁半孩童，岂能终日困于山门之内？尔等此前曾言，可借舆论之势，将其逐出修仙界。屠宗对立逐出，环环相扣，天衣无缝。如今安在？魏苍玄那厮回来了，他一回局势便不受掌控。上次万仙盟议事，他一人怼骂遍全场，从青云宗骂到玉灵宗，从灵气宗骂到神女宗，从隐世家族骂到万仙盟，连禅宗都没放过。我们还能怎么办？当着万仙盟所有人的面跟他吵，吵输了丢人，吵赢了更丢人。赢了魏苍玄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是个疯子。你跟他吵架，你赢了，说明你比疯子还疯，传出去好听吗？魏苍玄，这小子活得太久了，无妨。韩奎与焚硕以前去解决。解决？韩奎和焚少追了他1天1夜，从食神宫追至北海，追上了吗？未曾。人家如今在北海底下待着，连传讯信号都不通。亦无妨，他一人翻不了大浪。那孩子动不得也无妨。魔君那边不日便可引走。幽冥裂缝之下，近来不甚安分，只需稍动手脚，魔君便不得不亲往镇压。他一旦下去，短时间内必难以上岸。届时可发战争。炼化2界气运也好，炼化那压牛柱也罢，我等后来皆可行。他出来便炼他，他不出来便按原定之策。即便他一辈子不出宗门，我等栽树后辈乘凉，不亏。那就按计划行事。老朽寿元无多，但愿能等到那一日。谁不是呢？抓邪修跟抓妖兽不一样，妖兽还能闻味儿找，邪修比你还会藏，比你还会跑。说不定你隔壁卖符箓那老头就是邪修，说不定你天天吃那小吃摊老板也是邪修，说不定哦，那个是3长老。我是隔壁宗门出来采药的。吃不吃？不吃别当生意。传讯符只能1对1传话，传讯法器就厉害嘞，能和全修仙界一起聊天，能约架，能找道侣，能找欠钱不还的师弟。这东西100多年前就有了，但因为贵，不是谁都买得起。所以咱们以前没关注过，以前买不起，现在呢？现在也买不起。多少灵石？230，上品灵石。230上品？这不是玩具，这是能吃一座山类红烧肉。原价多少？250，磨了1天就省了20。不止
老夫还给老板过世3年的狗做了一次超度法事。大师，他能投胎吗？能。投哪儿了？投了个好人家。那狗真的能投胎吗？狗的事谁知道呢？但它主人信了，这就够了。信仰这东西不在真假，在于信。信了，250的狗就变成230的了。三长老砍价这个路子怪玄乎，但省了20上品灵石，玄乎也中。给你。给俺？怕你在宗门无聊，怕你待不住，怕你溜出去，怕你加练不积极，也怕你缠着老夫讲故事。别玩太晚，别让苏宁他们看见，他们也想玩，但老夫没买那么多。中，俺藏好。三长老偏心，凭什么小师妹有新法器？我们呢？我们连摸都没摸过。给我摸摸，就摸一下，我手干净，刚洗过。能不能给我拍个留影？我想留下自己最帅的样子，每一个角度都很帅的那种。大师兄平时对啥都不感兴趣，剑除外。今天居然对一块小方龟多看了2眼，这事儿比宗主被追杀还稀奇。不对，宗主被追杀一点都不稀奇。要尊老爱幼，好什么？给我们看看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小师妹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现在俺有230上品灵石雷神甲嘞。唉，那么小接触这种法器不好，容易沉迷。像凡间小孩整天抱着画本不撒手，饭都不吃，觉都不睡，眼睛都看瞎了。不能出门，但还是要接触世界。画本看多了脑子会坏，这玩意儿看多了脑子也会坏。脑子本来就是用来坏的，不坏怎么换新的？哇，怪顺嘞，比三师兄头发还顺。这个剑道第一人，俺咋觉得像赵有钱嘞？俺吃饭不用人喂，睡觉有时候确实有人哄，但这不是重点。我劝你们不要乱说话，小心大成期顺着传讯法器的气息去打你。宗主日被追杀，确实是因为嘴毒，说人家努力没用，还当着全万仙盟嘞面让人家猜3岁半混沌灵根能干啥，不追杀他追杀谁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明天还要加练。再看一会儿。别沉迷。不会。六师兄，这个字念啥？老洛，意思是小角色、小杂兵。这个呢？骚扰，意思是打扰别人，让别人烦。六师兄，恁是不是在凑字数？记录成长。俺觉得就是凑字数，不能出门，但能看世界，怪有用。就是容易看得忘了睡觉。不中，明天还得加练。再看最后一条，真嘞，最后一条。商贸局管嘞，俺哥辛苦干了3年多，又挖矿，又筑建，又搞产业链垂直整合，好不容易把魔界从破产边缘拉回来。这一关灵石还能赚到吗？工资还能发出来吗？年终奖还能兑现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钱给俺买汤吗？公主殿下，英奇，回去问问俺哥，商贸区为啥暂停营业嘞？顺便给俺带点糖。还有这2本画本，带给俺爹。是。第一本是俺托4师兄下山买食材时帮俺买嘞，花了10块香品灵石给俺爹看。第2本是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第2部，万一俺爹第1部看完了，总不能让他断更。公主殿下，俺哥为啥不营业嘞？属下不知。恁不知道？恁不是回魔族了吗？属下进不去魔界。恁是魔族，咋会进不去？魔界封闭了，外围封闭，中围和永夜王都守卫森严，到处都是防御法阵，每一道关卡都有高阶魔族坐镇。那恁咋拿到糖嘞？属下在外围顺的，正准备回来时，遇到了枯灵大人。枯灵大人是谁？
魔军的人，如今在忘川支流称渡船，就是那个长着山羊头角的老魔。哦，那个宰俺出魔界的摆渡人，难怪当初俺没钱，他也愿意宰俺。那他跟恁说啥嘞？魔军下幽冥裂缝了，贵族的老祖们回来了，少主被软禁了。库林大人让属下转交，说公主看了就明白了。长老，师兄们，出大事嘞！怎么了？丹炉炸了？不对，丹炉没炸。怎么了？有人攻山？不对，大阵没反应。营妻说魔界出事了。不急，一个个慢慢说，一个个捋，从第一个字开始。小师妹，你先说，影妻是谁？对哦，俺们不知道影妻。就这么水灵灵的从肚里长出来了？不是长，是钻。化神期，大圆满。大圆满，比我跟忘机还高一个小境界。阿弥陀佛，难怪我们3个老家伙都没发现你一直在宗门里。是，藏在哪儿？天剑宗地底下一直藏着一个化神期大圆满的魔族，半年来没人发现。俺们每天在他头顶走来走去，吃饭睡觉，练剑泡越狱。宗主知道吗？魏宗主知道。魏宗主说，既然是魔君的安排，就留下吧。宗主知道，宗主啥都知道，知道俺哥是魔界少主，知道俺是魔界公主，知道地底下还蹲着一个化神期大圆满的魔族侍卫。他知道所有事儿，但啥都不说，嘴严的跟封上了似的，除了吵架的时候。不对，宗门大阵怎么允许魔族进出天宗宗？淡定，魔界少主都进宗50年了，魔界公主来了半年多了，还差一个侍卫吗？大阵不是防魔族嘞，是防坏人嘞。魔族不一定是坏人，坏人也不一定是魔族。大阵比人聪明，分得清。好了，先别管影妻从哪钻出来了，魔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先看这个。阿弥陀佛。哭灵既然让小平儿看了就明白，那里面必有关键。阿弥陀佛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！站近下。这里俺认识，以前俺爹带俺去过，他说这是魔界最深的地方，掉下去就上不来。那他带你去干嘛？他说让俺长长见识。俺爹这个人长见识的方式一直很特别，别人看山看水长见识，他带俺看深渊。还是这么帅，但也还是傻。陛下真的要去吗？本君不去谁去？帮本君收好。别废话，本君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大概俺觉得他不是在看俺，他是在看小燕翱，好像在说妈走嘞，你自己好好嘞。少主，老夫等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了，省点口水。少主，魔君不在，魔界事务繁杂，压力甚大。您年幼，资历尚浅，不如先休息一段时日，等魔君归来再议。少主连日操劳，也该歇息了。魔界事务暂且由我等代为打理，少主不必操劳，养好身体要紧。商贸区暂时关闭，人手不够，运转不过来，待局势稳定再开不迟。少主好好休息便是。行，那本少主歇几天。还有事，没事出去。本少主歇息的时候，不喜欢有人在旁边。
等等，谁录的影？魔君跳坑那个可以说是自己人录的，但魔宫逼宫这里3个大成期在场，谁敢拿刘影珠对着他们拍？所以录醒的人修为至少是大成同阶，但大概率还要高一截，不然早挨揍了。独眼大人录的，枯鹰大人转交的。独眼大人又是谁？魔宫门口那个爱哭的老管家，大成期，隐匿很久了。那个爱哭类老魔，那个经常偷吃俺幽冥果类老魔，那个每天在魔宫门口看门顺便赶苍蝇的老魔，大成期。他不就是一个爱哭类老魔吗？袖子擦鼻涕那种。也是大成。行吧，